21年前，美国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洗衣粉以及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此后，又借此正义审判了对美不尊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并以美国民主和自由为名，成立所谓的伊拉克民主政府。就在美国人以为伊拉克人应该对其感恩戴德时，结果却大不一样。伊拉克人如萨达姆时期那样讨厌美国，这是为何？20世纪70年代，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让中东格局迎来洗牌，美国在海湾地区经营的盟友体系随之受到瓦解。再加上1979年11月伊朗人质危机事件的爆发，让美伊关系愈发走远。1980年4月，美伊断交。与此同时，苏联正积极利用动荡的地区形势，试图渗透影响力。在此背景下，在中东扶持一股新的力量，成了美国对抗苏联、向中东投射影响力的必然选择。而正在两伊战争中苦苦支撑的伊拉克走入美国视野。1982年，伊拉克在与伊朗的交战中颓势显露，急需外界援助。里根政府果断采取倾斜政策，试图通过赞助来维持萨达姆政权的战斗能力，并趁机收买后者的忠诚。首先，美国将伊拉克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上移除，为出售两用装备扫除法律障碍。1年后，里根政府便批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向伊拉克出口6架 L-100民用运输机。在1985年到1992年，美国商务部批准向伊出口了价值高达15亿美元的军民两用物品。此外，两伊战争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向伊拉克提供了大量有关伊朗军事行动的宝贵信息，并通过对伊朗武器禁运发起针对伊朗的反恐行动等措施，间接支援伊拉克。然而，萨达姆很清楚，美国帮助他只是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他愿意接受美国作为战时盟友，但仍然将其视为长期的战略威胁。尽管美国在战争期间向伊拉克提供关键援助，包括情报分享、外交掩护以及协调美国的阿拉伯盟友对萨达姆进行资助等，向巴格达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贷款，从多方面维持伊拉克在战争的不败局面。可调查显示，到1988年7月两伊战争结束时，萨达姆政权和大多数伊拉克人将美国视为威胁。
的民主与自由定在这里，伊拉克反美情绪依然高涨。从根本上来看，是因为美国忽略了伊拉克复杂的现实和历史传统。首先，美国的占领引起了复兴党人以基地为主的激进伊斯兰组织的强烈不满，大批反美势力进入伊拉克，中东地区的反美活动愈演愈烈，尤其是在伊斯兰教逊尼派主导的地区，袭杀西方国家联军甚至联合国人员的情况频频出现。联军面对随时会出现的自杀式袭击手足无措，伤亡惨重。而美国人的应对方案是采取更加激烈的镇压措施，滥杀无辜、随意抓人、擅闯民宅，种种激进行为屡屡上演，这愈发引起了伊拉克人的愤怒和不满。进入2004年，反美势力对联军的袭击活动有所减少，但针对伊拉克傀儡军队、警察、外国非军事目标的袭击正在迅速上升，伤亡人数也在与日俱增。这已经说明伊拉克人绝不会向美国低下头颅。近乎狂热的宗教历史信仰，美国人强硬镇压措施对矛盾的激化，只会让伊拉克人的反美情绪愈发高涨。只可惜，美国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除此之外，伊拉克社会的种种乱象也让民众将内心的不满发泄到了美国人身上，进一步助推了反美情绪。伊拉克被占领后，缺少行政和军警部门的管控下，大批刑事罪犯获释逃走，加上大量枪支、武器散落民间，美国根本无力控制局面，导致伊拉克犯罪活动迅速上升，抢劫、杀人、强奸等恶劣犯罪时时上演。同时，美国人只顾对伊拉克施加强硬行政与武力控制，却没有顾及和保护当地的经济建设。反美武装频繁袭击伊拉克输油管道，使得整个中东地区的石油产量出现波动。伊拉克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水电无法正常供应，国内2/3的居民面临温饱问题，人均收入低至几美元，失业率极高。频繁战乱带来的贫铀弹还对伊拉克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严峻的治安局面和经济大萧条导致大批伊拉克平民外逃，一度形成难民潮，这与萨达姆时期伊拉克人的生活完全没法比。所以，不少遭难的伊拉克人将一切仇恨和不满转嫁到美国人头上。基于伊拉克混乱的局势，美国政府不得不改变初衷，决定将主权移交给伊拉克人。2004年6月1号，伊拉克成立临时过渡政府。同年6月28号，联军当局提前向伊拉克移交主权，被迫结束了对这片土地的占领。伊拉克人的反美情绪终究帮助他们夺回了国家。直到今日，伊拉克的反美倾向仍在延续，连年攀升的美军在伊死亡数字，伊拉克政府一再的与美国唱反调，种种行径已然说明伊拉克人不会忘记美国人在这里做的一切。通过武力和强权征服伊拉克，对美国人而言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征服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这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各个热衷于征服民族都面临的难题。只可惜，在自诩代表最民主与自由的美国人这里，也没有答案。